今天回到我们学校，现在我们在我的教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教室很棒，好像跟家里的客厅一样的熟悉。今天要给你们介绍一首曲子，我非常喜欢，我从小就接触到了，是巴哈的双小提琴的协奏曲。它是在1730年写的。那个时候，巴赫的情况都已经好转了，以前的一些艰难的情形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这个曲子是写给谁？他不是受到委托才写的。他那时候在莱布锡有一个音乐协会，是一般都是学生组成的，学生跟老师一起排练。是在一家咖啡馆，他们一周排练一次，很有意思。巴赫就把这首曲子写给这些人呐，所以他好像表现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不是委托的曲子。那么学生跟老师一起排练啊，玩音乐啊，然后演奏啊。这个是可以说是民间音乐传统的开始，我觉得非常伟大。这首曲子，我们尤其第2乐章，常常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弹奏的。为什么在圣诞节？因为圣诞节它是以天下太平为主要的题目。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和平。为什么呢？不是一般的曲子都很和平吗？尤其是比较缓慢的曲子，好听，那不是很和平吗？也还有点无聊，是不是？但是我们想到和平，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事情，和平是一个过程。我们追求和平，是因为有冲突才会追求。那么这个音乐里面会有冲突吗？我们慢慢的听，会感觉到说，它是一个和平的主题，好像2个人相处的非常的和平，非常的和谐。但是你们会发现到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曲扭的一些旋律，好像是产生一些问题。那有时候我们讨论的时候会有点太夸张了，有时候言语控制不了，会讲的有点太过分了。这个音乐里面，你们也可以听到一些不协调的、不协和的这个音，但是呢，它不让它这个扩张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个主要的旋律，我叫它和平的旋律，和平的主题，它马上就插进来了，好像一个讯号，停，不要再吵了。它要证明我们这个和谐的相处的有一个很稳定的基础，它要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所以今天为你们准备这首曲子，我觉得非常的得意，我一直都在想介绍。那么不和谐的地方，我们只要2个人在一起，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很容易吵架。那么好比说2部小提琴，我们管弦乐团都有2部，第1部的声部都比较高，比较出色，技巧好像也比较难一点的，所以拉第1部小提琴的人都自以为比较伟大，比较行。第2部好像都要屈居第2，一切都比较简单，而且
声部都比较中间的位置。但是这条曲子完全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它完全平衡。你们可以听得出来，这个主旋律，第二部小提琴先介绍，然后第一部小提琴接着这个主旋律，第二部马上就有点让步，就是以伴奏来支持第一部小提琴，那么也正好相反了。所以不用吵，我拉第一步，你拉第二步，没有用。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例外的情况。现在我选5段，从这个曲子里面，让你们再深刻的了解这首曲子的内容。第一段开头就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小提琴介绍的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我叫它和平主题，因为它每一次出问题，那个主题就出现，觉得就这样插入，好像一个讯号，停，不要再吵了。那么第二部出现，第二部小提琴介绍这个主旋律，好像打掉我们对第二部小提琴的偏见。介绍完了这个主题，就交给第一部小提琴，自己好像退后一步，用它的伴奏来支持主旋律，支持第一部小提琴。这第一部好像都是大调，都是气氛很好。现在我介绍第二段是用小调，小调的好像气氛有点暗下来，还有一种曲折的旋律进来，好像表示好像有点出问题。但是，一下又是这个主旋律进来插入，说你们一切都很好。我们大家团结，这种感觉。那么第3段就比较紧张，好像问题不是那么快就能够解决，又是从这个曲折的旋律开始，但是后来好像有点火爆的这种情形，好像越来越紧张。到后来，我们听到一些不协调的音，是不是话说的有点过分？但是又是这个和平的主旋律进来，解决这个情况。
段好像是一个结论，我们到最后还是会在一起，还是会团结，还是会很和谐，好像并肩而行的旋律。但是突然感觉两个人好像变一个人，这种感觉是非常神奇的，会散发一种很特别的力量。最后一段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我觉得非常动人，但是我说不上来，我解释不起来。看看你们有什么解释，写个留言，表示你们对这段的这个感觉啊。好，那现在我们拉全首给你们听，这个是当做我们给你们的圣诞礼物。希望这首曲子为你们的心灵会带来一种宁静。祝你们圣诞快乐。
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请我们学校的学生那2位，也是洪怡恩还有张庭硕来为我们演奏双部小提琴的这个协奏曲巴哈的曲子第1小调。我们是要演奏第二乐章。那么张庭硕是老大哥，张庭硕他对这个录制录影片很有兴趣，他给我们很多的音乐方面的还有技术方面的指导，非常感谢。我曾经跟张庭硕也录过影片，也是巴赫的音乐，哎，不是，我们录 Elgar， Elgar 那个 Salut d'amour， 对，爱情的什么？爱的礼赞，爱的礼赞，我忘记了，没关系。那么，张庭硕也常常在亚洲这个演出，那么我们还是先请洪怡恩介绍自己，因为洪怡恩我曾经也不认识，是庭硕介绍的，所以很高兴今天听到你的那个琴声非常的棒。那你从你开始吧，你是几岁开始拉小提琴？什么地方来？我住新北市，然后我是7岁开始学小提琴跟钢琴。7岁啊？那也不是很早。没有很早，我是先学芭蕾，才学芭蕾啊，音乐的。那也很管用的啊，就是那个节奏感。那你是怎么想到学小提琴的？因为那时候小时候觉得小提琴很漂亮。漂亮啊，这个琴本身就很漂亮。很好。那像我们今天表演的曲子，你曾经拉过了吗？还没有，我拉过第1乐章，可是第2乐章。第1乐章，那你跟巴赫有什么有什么接触过？小提琴的奏鸣曲跟帕提塔。帕提塔，对，就是无伴奏的。对，无伴奏的。那个特别难。真的特别难。对，特别难。那你觉得？还是你们觉得这巴赫给你们什么感觉？巴赫的音乐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直都会想象在教堂里嘛，然后非常的神圣，然后非常的空灵，非常的疗愈人心。那对于小提琴家而言，当然就是刚刚怡恩说的那6首，就是3首 sonata 跟3首 partita， 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身为小提琴家都必须演奏这些曲子，所以我们对它可以说又爱又恨。对，钢琴也是，我们弹钢琴，尤其那个副歌曲，觉得有点可怕，那么多的声部要同时这样协调，很不容易。但是很多人认为早上起来先弹1首巴赫，是拉1首巴赫，是非常好的一日的开头啊，会真的会平静下来。巴赫好像很有规律性，很有规则，好像是大自然的那种规则性的感觉。但是今天要拉的这个曲子，我觉得也应该轻松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是为了自己喜欢而不是委托的这个曲子，完全是写的，所以我们刚好是配到配我们那个3个人这样，很愉快的、很轻松的来演奏这首曲子，是非常感谢能够请到你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祝你们以后关于你们的这个音乐的发展，创造很好的事业。你的梦想是什么？目前可能就因为我刚从学士毕业，目前可能就是要先试着考乐团，考乐团，然后再看看。这个我们大家都听过，考乐团非常难。好，那就祝你们好运，谢谢你们。谢谢老师。